当你向在地人询问私房景点，得到的答案大概不会是众所周知的 Dubrovnik， 而是克罗埃西亚靠近意大利的 Istria 这个半岛。这个半岛不但有古罗马竞技场，还有少数三面环海的古城区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透过这支影片探索这两个地方吧。我们现在呢在 Rovinj，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 Trieste 跟我们等一下要去的 Pula 中间的一个是克罗埃西亚的景点。它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后面这一个三面环海的老城区。那我其实还蛮推荐这个停车场的，它是在Grand Park Hotel 这边，然后进来可能要付停车费，但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公园，然后可以开到还蛮漂亮的老城区的景象，所以这个地方蛮推荐，开车来很方便。现在呢就在海边，但其实它是可以下水的，可以看到背后它都有阶梯可以下去。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，Rovinj 跟我们等一下要去的 Pula 呢，都是在克罗埃西亚Istria 这个区域。那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克罗埃西亚北部比较靠近海边的这一区，比起像 Split 或是 Dubrovnik，Istria 比较是欧洲人会造访的一些旅游景点，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国际观光客。算是在停靠船只的地方，那我刚刚以为比较像是灯塔的地方可以拍到老城区，但是很显然的是拍不到的，所以看大家要不要来走，这边是蛮好走的，是可以来走走，但是如果是想要拍到老城区的全景的话，这边是拍不到的。来到Pula呢，最主要就是要吃到 sea bass。他推荐我们这个海鲜拼盘，原本以为是没有在菜单上的，后来发现他就是把菜单上面所有的选项，如果是2个人份，那就是菜单上面这些选项呢，他就把它除以2加起来，总合成一个拼盘推荐给你。那这间餐厅在 Google 上面有4.8颗星，4500多人评价。我在猜能达到这个数字，主要还是因为餐厅在最后结账的时候，请你去上面评价，才有这样的亮丽成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间餐厅没有全年营业，旅游旺季的时候才有营业。餐点方面呢，规规矩矩，没有出错，但也没有到非常惊艳。现在这个地方就是Pula 的老城区的部分。那这个拱门呢是罗马时期留下来的。那整座Pula这个城市就很多罗马时期的古罗马时期的建筑跟遗迹，像它这边就有其中一个罗马竞技场。现在呢，就在普拉竞技场，它是克罗埃西亚唯一的一个竞技场。那世界上也只剩下4个还在使用，那其他分别在维罗纳，还有一个在法国。它是从公元前27年到681年，那681年之后没落之后呢，就被当地人拿来当建材，到13世纪才被制止。我在猜是不是它变得这么的空旷，有可能是因为一部分被拆走了。刚刚忘了说，这座竞技场是建在斜坡上面的，所以这边有2层，下面是3层。我们刚刚呢，就是绕了一整圈的竞技场。
那发现除非你真的很想要进去，不然上面其实拍起来还蛮清楚的。我们的竞技场之旅就到这边结束。这个呢也是普拉著名的一个景点。这个 Tourist Info 呢，就在这个 Augustus Temple 的旁边。后面呢，这个就是 Lighting 展的，那之后晚上的时候可以有灯光秀。